然是你！你故意放出消息，将我们引至此处，却未带一兵一卒，你究竟有什么用意？我既一人在此等候，自然是做好了万全的准备。先前景渊闯入我灵教阵地，这笔账至今都没有算清楚。若不是林若寒护他，他怎么可能会活到今天？你倒好啊，听到此消息，竟然带着这么多人来。看来你对我灵教依旧怀恨在心。少废话！景渊现在何处？我猜的没错，你们果然与纳兰一家暗中勾结。那你是否已告知他们，你们现在正处于灵教之中？你不用再次挑拨离间，此事我们早已知情。灵虚阁被灭，他们不得不屈服于你。你放出消息，不就是让引我们现身吗？昔日灵教血洗我纳兰一家，这么多年的恩怨，就算是我们愿意息事宁人，恐怕你也不会善罢甘休吧？明尊刻意将族人引出，我虽不知你是何用意，但只要阿月在一日，他便不会允许你动族人分毫。云虚有一句话说的一点没错，纳兰一家与灵教多年的恩怨是该了结。莫欢，你无故与我纳兰家为敌，究竟为何？这么多年，我们从未停止过追查过往之事，也查到了些许。只是，你的身份究竟为何？时移世易，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年深月久，久到我连自己是谁都记不清了。唐门二长老在水中下毒的事情，你早就知道，但你却眼睁睁的、不动声色的看着我把他炼成玄冰了。难道你就没有动过一丝念头，将我也炼成你的兵，为纳兰家报仇雪恨，以后彻底高枕无忧，再无隐患？其实，你每一次来这儿，我都想过要催动毒虫。我早就该猜到，你把我留在明教，肯定早有防备。你让我修炼玄冰符，却毫不畏惧。如果我猜的没错，即便我打你的主意，你也绝对不可能被我炼成玄冰，是吗？先前我潜心闭关修炼玄冰符，想着有朝一日可以天下无敌，可我还是失败了。当年我求成心切，没有使用三生三死的赤华珠护住心脉，结果饱受反噬之苦，又一招不慎走火入魔，阴差阳错地练成了另外一套功法，才会容颜不老。玄冰符乃纳兰家的至上武学，可惜我再也练不成。你既然属纳兰一家，又为何要对他们苦苦相逼，甚至赶尽杀绝？又为何要煞费苦心来抢夺赤华珠？你可知，这一切悲剧都是因你而起。原来你们早已知情。你们说的都对，这一切确实是因我而起。但我不过是想让纳兰家变得更加强大，为了活下去，只能修炼玄冰符来抵制赤华珠的反噬，然后凭一己之力
创立了灵教。我本以为我这几个徒儿都是忠心之人，却不曾想荣敬风这个贼人，竟知道了纳兰家的秘密，将赤华珠之事怀记于心。莫还心愁难解，待我练成之后，定要废弃武功，绝不能让他再继续危害江湖。当年，白苏白老前辈受众人敬仰，他联合各大门派围剿灵教，将其重创。绝境之下，你派我娘潜入纳兰一家，试图夺取赤华珠，来掌控整个武林。不错，但是这一切并未如我所愿。你娘在纳兰家遇上了你爹纳兰溪，然后她竟为了自己背叛了灵教，背叛了我这个师父。我娘并非是背叛了你。如果你可以放下仇恨，那所有人都能解脱，也可还江湖太平。是非善恶，我娘只选择对的那一方。只不过因为你心中愤恨，便派荣敬风攻打纳兰一家，夺取赤华珠。他这一刀刀、一剑剑砍下，将整片草原都变成了血红的颜色。他们可是你同族的血脉，就这么让他们死了，你心里就不惭愧吗？你闭嘴！你懂什么？如果真的像你所说的那样，你爹曾经是纳兰家的家主，那你跟我岂不是？不错，纳兰溪是继我爹之后的第2任族长。我爹只有我一个女儿。我离开纳兰家以后，他因无后，继承族长之位，才让旁人接任。这怎么可能呢？若照你所说，你不就已经……我已届100岁。我救下你，逼你修炼玄冰符，不过是将自己未完成的心愿都寄托在你身上。那先前你辗转于龙吟城与灵虚阁之间，亲手毁去赤华珠，更处处跟荣敬风作对，难道不只是为了给灵教报仇吗？如果你真是这样打算的，为什么偏偏要选择我？因为你是若寒与纳兰溪的儿子，不管是灵教还是纳兰家，你都是当之无愧的继承人选。记住，赤华珠不可再次落入外人之手。我言尽于此。至于以后练功之事，你好自为之。你可相信他所言为真？我想不到他费尽心思的把我们从灵虚阁给救出来，又安排了这一切，还能有什么其他的目的？对了，北荒那边，纳兰家的人都找到了吗？目前都由云虚带领，都已经安置下来。通知云虚，把他们都给我带到灵教。荣敬风这个人疑心太重，迟早都会找到纳兰一家的踪迹。我们必须要赶到他前面才行。是。二小姐，你上次让我换了师傅房中的解药，今日再次查看，发现果然被人动过了。我派弟子去打听了一番，知道是梅英病了，高烧不退，眼下正在生祠堂内闭门不出，至于原因，不得而知。这就奇怪了，这没伤没病的，怎么会突然发高烧呢？看来这个节骨眼上，他应该不会让人去探望。就算感染什么风寒小病，生祠堂自行医治便可，为何要到我师傅房中偷取解药？这梅英必有什么不可告人之处。
对了，小小，师傅的后事是你一手操办的，你可在他房中看到了簪子？我为师傅入殓之时并没瞧见，而且我记得，师傅的遗体送回龙吟城的时候，头上根本没有戴什么簪子。这就奇怪了。我去见小姨最后一面的时候，明明看到她戴着簪子，不知为何，我再去找的时候就没有了。这个簪子和我娘的遗物是一对儿，小姨向来非常珍惜，怎么就不翼而飞了呢？是啊，城主后来也送了一枚簪子，可师傅只钟爱这一枚。看来这事是我疏忽了。难道这事儿和师傅的死有关？不管梅英为何偷去解药，我们要想办法让他出现，查明真相。可是谁能让梅英心甘情愿的走出生死堂的大门呢？只有我爹出面了。阿姐，大小姐，我有要事要与你商量。笑笑，阿姐有何事？我得到消息，据说纳兰月已广下战书，要各大门派弟子汇聚于龙吟城，不日他将亲自归来，要他们为他们的掌门报仇。我没想到，他这么沉不住气，想要马上报仇。你这是怎么了？没事，阿姐不用担心，我就是有些头晕而已。看来，此事恐怕是瞒不住了。这事要赶紧让爹爹知道，召集4堂商议。我看梅英要怎么应付这事。这梅英到底怎么回事？怎么还没来啊？哼，我看这小子就是个不能办事的人。身为一堂之主，如此的松散，怎么可以以身示范给生子堂弟子啊？让白堂主费心了。见过城主，方才出门的时候遇到了一些事情，耽误了时间，还望城主见谅。梅英，我听说你最近一直身居于生子堂内，足不出户。你不会又在谋划些什么吧？你以前对龙吟城的事务还是挺上心的，可是现在，武林各大门派都将聚集于听风镇，我怎么却听不到你的谏言了呢？启禀城主，最近我确实在忙一些生子堂的事情，未能及时知悉此事。梅公子，我看你脸色不太好，不会是生病了吧？正好趁大家都在，要不让师傅替你把把脉，要有什么病还是尽早治好。龙吟城这个情形，谁生病都不行啊。梅某并无大碍，就不劳白堂主费心了。不对，这不对啊！怎么了？我看你这面色，你该不是中毒了吧？什么？中毒？啊！哎呦，这，难怪梅堂主迟迟未到啊！这发着高烧呢，这都病成这样了，你还赶过来干嘛呀？哎呀，就是啊，梅堂主。我身为生子堂堂主，理应为城中之事分忧。只是自我上任以来，一直是胆战心惊，所以。梅英，你这是怎么回事？怎么会中毒了呢？
这是病字堂所制的毒，梅堂主怎么会身中此毒呢？承蒙城主信任，让我护送紫烟堂主出城医治，但是属下却办事不力，害紫烟堂主丢了性命。虽然城主没有半分责罚，但是我心中万分的羞愧，一直想要弥补此事，所以，我擅自做主，偷偷潜入紫烟堂主的房中，想要以身试毒来弥补此事。只可惜，我高估了自己。现如今，二小姐归城，我自知这生死堂堂主的位子恐难保全，但是城主，我一心都是为了龙吟城啊，还望城主明鉴。梅英，你应该很清楚，我荣敬峰的龙吟城里，容不下半个有二心之人。你刚才所说的话，可都是实话？城主，梅英诚心可见，紫烟堂主是为了龙吟城炼毒而死。从今往后，我梅英愿以身试毒。病死堂有任何的需要，我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哦，如果城主还不相信的话，我愿以血起誓。梅堂主，你若再不住手，你这腿恐怕就得废了。潇潇，先替梅堂主医伤。我们病字堂研究的新药，功效到底如何？咱们以后再做验证。是。哎，丫头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啊？怎么了，花儿？小白，花儿怎么了？啊，说呀！花儿这是中毒之症啊！啊！从今日起，花儿所有的饮食起居都由老夫亲自照应，任何人不许靠近。丫头，在吗？师傅来看看你。师傅，进来吧。哎呦呦呦呦呦呦！哎呦，别走了啊！这坐下，快！丫头，你感觉怎么样？没什么不舒服的地方吧？没事，让师傅担心了。这龙吟城里你是待不下去了。就你这情形，再往后，别人都得怀疑，早晚得露馅儿。我想办法，尽快送你出城啊！师傅，刚刚多谢您陪我演了一出戏，要是梅英知道了，又会借题发挥，转移视线了。哎，我说丫头，你对梅英究竟在做什么啊？他要是没做亏心事，怎么会担心我会抓住他的把柄？他这一次啊，是聪明反被聪明误。你到底有什么计划？你先听师傅说一句啊，无论如何，你的安危是最重要的。就算你对纳兰月有天大的误会，但你肚子里的孩子是无辜的。这龙吟城里想梅英死的可不止你一个，大可假手于人啊！多谢师傅替我隐瞒。此次若非以中毒为借口，我怎么可能不被察觉？师傅放心吧，
等我事情办完了之后，我自会离开。祠堂之人皆已到齐，融化中毒一事，绝不可小觑。眼下龙吟城内外交迫，竟还有人敢在城主眼皮底下暗自加害，此人绝不能姑息。城主已下令，此事由空字堂全权负责，彻底搜查祠堂，下毒之事不可轻纵。是。二小姐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这件事儿你没和其他人说吧？梅英这个奸诈小人，竟以试毒为说辞，企图蒙混过关。可他不曾想到，师傅簪子上的毒是特别研制的，和其他的毒都不一样。一定是师傅在遇难的时候，紧要关头以簪子近身攻击。梅英身上的毒就是师傅所制，而且他还不知道他的毒已经暴露了他就是杀害师傅的凶手。这个事儿啊，我们不能和别人说。要是你现在就指证他的话，他一定会否认。我们必须要有十足的把握，将他全盘推翻，才可以失掉我爹对他的信任。真没想到，梅英主动请缨送师傅出城，竟做了这番打算。那二小姐当日岂不是冤枉了姑爷？是啊，是我没有足够信任他。可他连一句解释的话都没有。不过，他的清白，我会替他证明。姑爷那么心疼二小姐，定能体谅你的苦衷的。二小姐，这是您的药，一会儿云儿亲自煎了给您送来。不过您体内之毒还未清除，还应多加休息，可千万别累着了。这些草药都是你自己摘的？没想到一个小小的弟子，知道的草药还不少呢。二小姐，云儿说的对，你身体尚未痊愈，应该多回去休息休息才是。少夫人，关门。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此事少夫人还是小心为上，切莫打草惊蛇，连累了自己。我心里有分寸。对了，你去提醒一下病字堂那位。现在是关键时刻，千万不要把消息传出去，不能出任何问题。是。还真是一模一样。梅英，你这次逃不掉。东西拿出来！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在我面前就不要伪装了，把你要传递出去的消息拿出来。此事你不能让纳兰月知道。啊！你这是做什么？你我各为其主，各司其职，各尽其责，你凭什么干涉我？
然早就有所察觉，才要是你留了心眼，知道这些并非是解毒之药。那又如何？此事事关重大，绝不能有任何差错。若这中间出了任何问题，谁能负得了这个责？你能吗？更何况，少阁主有权知晓实情。我就知道此事瞒不住你。这本应该是件喜事，但眼下情况特殊，越少人知道少夫人就越安全。你糊涂！此事唯有让少阁主知道了，少夫人才能做到真正的安全。少阁主一定会拼死相护，不让少夫人受到一点伤害的。我何尝不想让纳兰月知道？但如今龙吟城中的情况，你根本不了解。除了白堂主，此处没有一个人值得信任。此事一旦走漏了风声，就是置少夫人于危难。什么叫做腹背受敌？现在便是。纳兰月将你安插于此，是为了掌握城中情况，而不是让你无端生事。你应该顾及好你自己，做事要谨慎一些，不然你的身份很快就会曝光。我做事处处小心，怎么就不谨慎了？你身为纳兰家人，故意假装不认识莫欢，你觉得你掩饰得很好，殊不知早已露馅。试问，北荒之中，谁听到莫欢之名不会胆战心惊？你所掩饰的，反而使你露出了马脚。你若真心想护少夫人安全，以后务必低调行事，不要再演纳兰月有什么过激之举。我入龙吟城时，便已无惧生死，即便被发现了身份，也一定不会连累纳兰一家。少阁主唯一交代我的，便是护少夫人无虞。即便他误会了他，可在他心中，依然放不下这份牵挂。我以为此时能让他们和好如初，却忽略了这龙吟城，虽是少夫人的家，却已危机重重。少夫人自然有她自己的打算。放心吧，过了这几日，她绝不会再辜负纳兰月了。堂主，这是在梅营房中搜到的紫妍堂主昔日所戴发簪。堂主，小心，这簪子上有毒。果然是小姨的发簪。梅英现在何处？在生祠堂养伤，从未离开半步。我已派了人在门外守着，全由堂主发落。立即包围生祠堂，活捉梅英。今日定要为小姨之死讨个说法。是。前几日，丫头命静渊照着紫嫣的簪子打造了一枚一模一样的。难道梅英房中的发簪是丫头故意栽赃？可她为什么要这么做？莫非紫嫣之死另有隐情？是否要追？他们看到了我们的功力，一定会大肆宣扬。对我们来说是件好事。不用追了，接下来我们去龙吟城。是。堂主，外面什么情况？情况极为不利，
孔子堂奉命彻查整个龙吟城，已在堂主您的房中搜出了紫烟堂主的发簪，而且经由病子堂确认，堂主所中之毒与簪子的毒如出一辙。莫非您真的是？闭嘴！不是你该问的事情。堂主，您体内之毒若再无解药，恐怕撑不了多时。快去打探打探，现在什么情况？可是您快去！是。堂主，生子堂已经全部被我们包围，他们插翅难逃。很好。堂主，不好了，生子堂已被包围，眼下城主就要到门口了。没想到，我真是没想到，荣华已非昔日那个与世无争的丫头，她现在的手段颇为毒辣，她竟会以假构陷。将簪子藏在我的房中，来个人赃并获。但是，我梅英绝不会输。叶小姨当真死在这叛徒的手里吗？回城主，梅英腿上的伤确实是小姨所致。现在最要紧的就是让他出来当面对质。梅英此人诡计多端，我们进门的时候要小心。城主放心，一切都安排妥当。城主，我也是受梅英所骗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城主一定救我！你们龙吟城还真是容不下外人啊！我为你们出谋划策、出生入死，你们倒好。荣华不过刚刚回来几天，他觊觎我生死堂堂主之位，你们就这样对我不择手段？你们别忘了，他才是背叛龙吟城之人。梅英，送小姨去听风镇，有我和师傅照顾，确实是我的意思。但是前来接应你的应该是潇潇，为什么你会这么主动地接下这个任务？这已经够可疑了。再说了，小姨的发簪不翼而飞，小姨发簪上的毒是她亲自研制的，独一无二。你口口声声说要为龙吟城以身试毒，可是你中的偏偏是小姨的毒，这怎么解释呢？你多次想要进小姨的房间偷取解药，要不是我早就把解药调了包，你怎么会高烧不退呢？现在又在你的房中找出了小姨的发簪，你还想怎么狡辩？一派胡言！我怎么知道你们是不是为了纳兰月故意陷害的我？陷害？你行事处处小心，我怎么能陷害到你？那我问你，你为什么会有小姨的发簪？你怎么会中了小姨的毒呢？你能解释清楚吗？你不能。我发过誓，我绝对不会放过杀了小姨的人。难怪那日在听风镇中，唯独不见你的踪影。原来你趁紫嫣身边无人，你痛下杀手。
你还嫁祸给纳兰月？紫嫣和你无冤无仇啊，你为什么要杀他？只怪他不识趣，怨不得我。师傅，您怎么来了？我真傻。紫嫣临死前看我的那个眼神，我居然没明白她说的是什么意思。紫嫣若在九泉之下，知道杀害她的凶手被我给放了，她肯定会怪我。师傅，您别自责了。现在凶手已经找到了，小姨在泉下也会安息的。只是不知道这个梅英把小姨的发簪放到了哪里。这一枚簪子不过是我做的一个赝品而已。无妨，这枚簪子我留着了，放在身边，全当个念想。丫头，你现在一定特别的难过吧？当初纳兰月被误会，难过的人不应该是我，而是阿月。当时他因为反噬痛不欲生时，我还怀疑他是杀害小姨的凶手。可是他从头到尾没有对我有一丝一毫的怀疑。他当时看我的眼神，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。可当时那情形也不怪你呀。阿月说的没错，我从一开始就不应该怀疑他。当我有了疑心，把问题都问出了口以后，我们两个之间的感情就有了间隙，再也回不到以前了。纳兰月已经下了最后通牒，想必很快就会攻城。我想我得想个办法，尽早把你送出城去。我不会走的。我为他做的事情还是太少了。当初他被怀疑是杀了各大掌门的凶手，这个清白，我一定要替他证明。不行，我绝对不许你留在龙吟城内。此地于你和你腹中的孩子来说都太过危险。师父，还请您多帮我隐瞒其事，不光是为了阿月，也是为了我和他的孩子。我不想他一出生以后就生活在仇恨和冤屈之中。师父，原来荣华与我联手，是想要入城查清真相，还纳兰月一个清白。谁能想到是梅英杀了紫嫣堂主？此人真是阴险至极。城主已下令将他的尸首挫骨扬灰，以祭奠小姨的在天之灵。梅英一死，我在龙吟城也算少了桩心事。这些日，
你密切关注听风镇的动静。纳兰月应该就快要到了。